欢迎收看《时刻》。今天全世界都在目睹了川普惊奇这个大戏码。川普不但重返白宫，而且他赢得非常的漂亮，不管是在选举人票、在普选票嘛，全部碾压对手。而且在参众两院，现在共和党也都是上。现在有人讲说，川普未来他有可能是美国这些年来最有实权的总统，因为他的个性非常的强硬。现在参众两院只要是共和党，没有人敢违逆他的意志。如果你敢违逆他的意志，他是有能力将这个人给取代掉。那如果川普拥有这么强大的能力，谁会是他的对手？现在中国当然已经疲疲抓，中国已经准备了一个10兆的资金，要准备来对付川普上任。但台湾呢？台湾在这个部分也会受到伤害吗？而且在中美大对抗这个局面里面，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讲呢，现在美国也要发展它的生化产业。我们知道，在发展生化产业里面的制药中间的猴子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的国珍，你就在讲说，在中美大对抗的这个架构之下，美国居然要做一个决定，做什么决定？他们现在连猴子都要自己养，连猴子都不要从中国进口了。你知道，为了跟中国切割，现在连猴子都要养。我们在采访生技业者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现在美国正在展开养猴子的计划。养猴子，因为以前猴子这个非常贵哦，一只实验用的猴子要1万美金，甚至最贵的时候要2.6万美金。最大的供应国就是中国，所以整个生技产业，如果你要开发尖端或新的新药，一定要猴子，而且是要在特殊环境养出来猴子。本来只有中国在供应，但是美国现在为了跟他切割，为了川普回来之后，要完全把它切割清楚。现在竟然跑到了乔治亚州，要怎样？要投资3.9亿、3.96亿、100多亿台币，而且占地要24万平，10多公顷。养3万只猴子，这个数量大到当地居民都非常的紧张，因为当地才14000人，3万只猴子变成是一个迷你猴群。你说这个是乔治亚州的班布里治，班布里治只有14000人，可是我在这边要花24万平，我养3万只猴子，我连猴子都要跟中国兼并。所以你可以想到当地的居民有多害怕，有3万多只实验猴子要住在这里，而且可以在里面散步，变成是一个迷你猴城。这个镇人猴子比人口多，所以他们非常害怕。但是最重要的事情，生技制药业者告诉我们，这就是要完全跟中国切割。如果你现在不养猴子，你以后会来不及，因为养猴子有这么严重？不就个猴子？连猴子都怕被中国卡住脖子，因为要生出这只猴子，就要开始设定规格。你到底要做什么实验，吃什么东西要管，你是爸爸妈妈是谁也要管，而且还要比对组，你才要用出疗效啊！而且你要特殊环境，你要控制什么病菌、病毒，这个都非常好，不是野外抓一只猴子就能用了，所以花的时间很长。因此你要切割，现在就要赶快开始了，而且国珍以前你讲过，中美贸易大战最后的结果就是它要形成2个完全不同的供应链，也就是我要跟你长波高、最波劳。这个供应链大家只看到说，这种高科技。刚刚讲到的，如果你要生产芯片，我最好的晶片我不可以卖给你；生产晶片的 ASML 我不可以卖给你，甚至连 ASML 的这个零件不可以卖给你，连你要在做晶片里面周边的化学药品，包括信越化学、生物的化学品，我也不能卖到中国。今天更新的消息就是印材这些东西，你的下游包装跟中国有关，我也要跟你切8段，包括还有台积电所有的人才，你跟中国也不可以有任何关联。就你说现在不只是，我觉得太夸张了。你不止这个战争已经不是高科技，已经不是半导体，打到生化业之后，美国决定，我的猴子实验的猴子，我要自己养了。所以生物制药业者告诉我们，如果美国以后猴子拿不到的话，会多惨。因为中国不给你猴子，你几乎没有办法开发出新药。如果像新冠肺炎这样的病情在发生，你要紧急研发各种的药物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如果中国不给你，就什么都没了。对，如果真的不给的话，你来不及，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研发这些东西，所以要赶快为这件事情做储备。所以中美的对抗不是以为说我们只有在电子科技，只有在 AI 产业。连生化产业也是，现在是全面开打，而且从为了川普上来，美国生物制药业者已经开始做准备，这都是11月刚刚发生的事情，是要求要完全切割开来，从里面解绑，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供应很多的原物料药，包括我们的花沙药、头痛药，其实原料药都来自中国，所以美国这些
这个 AG 这些公司已经开始切割，要从别的地方去寻找替代原料，要建立新的供应链，就是要从中国完全脱钩出来。像这个药明生物科技，它全世界有100家的生物制药业者都跟它合作，前20大有12家也跟它合作。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对抗，美国说绝对不能用这些平台，因为我如果照你这样听下来，我根本觉得美国准备跟中国作战嘛，也只有2个作战的国家才要坚壁清野到这种程度啊。所以从猴子就开始做，猴子一开始建立之后，生物制药业者开始解除合作，我连原料药我都不要跟你用，而且甚至连苹果手机跟家电，我也不允许你在中国继续生产，这个非常严格。所以苹果最新今天宣布了，他也考虑到印尼去设厂，一来是印尼要求他去就地供应，再来是本来苹果是非常不愿意走了，库克经常去北京吃烤鸭，常常去营造那种中美关系很好的形象。因为在 Apple 手机里面有20%的市场是在中国。如果我不要中国这20%的市场，我1/5的营业额就没了耶，马上消失。所以他一直很勤在跑北京，到处都去。我们经常看到库克出现在这里，可是今天他还是忍不住，因为川普回来了，所以他现在考虑印尼也去设厂。他本来很不愿意去印度，也去印度了。所以很快的，台湾供应链影响很大的是，如果苹果一移，再来一场大班场也会发生。再来是连家电，美国是管到连这种家电，这是美国现在最夯的家电。不是，我现在只是一些打果汁机，只是一些磨豆机。我连这个打果汁机、磨豆机里面有晶片或者里面的生产，你也要跟中国切干净。对，一旦课关税，而且川普一回来之后，马上就要去泰国设厂，所以美国是连家电这个东西，确保说一定不能在中国生产，来保住美国人的就业，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所以你刚才讲的，原来川普要当选，牵动这么多人的神经，不只是说现在中国国务院他们讲说我要搞了10兆人民币作为这个未来战争的阴影。连这一般的厂商也都做好准备了。你说这个厂商刚刚讲到，照理讲它是美国设计，我是在中国制造。现在连这些在美国设计、在中国制造，照理讲你应该是美国公司。你现在川普上台之后，他们都要跑掉了。所以你想说今年中国经济成长率要保持在5之上嘛？现在非常危险，一直在刺激政策。如果川普一回来，恐怕这68关税还要影响2个百分点，所以它还要继续往下掉。所以你说川普这个威力大不大？是我小到连家电我要管，是全面的去封杀，不是说只有所谓的 iPhone 这些高科技晶片，是连这个我都要冲击下去。我自己都听过 Shark Ninja 的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很好用哎，对，它本来是100%在中国制造了，所以现在美国是完全切割，所以经济战是非常可怕，一打起来是完全没有任何空间，而且完全是要把对方杀到见骨才会罢手，而且这一次更厉害的是，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先，美国科技领先，台积电卖给华为这些事情，对台商或对台湾科技业者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把客户名单交出来，你卖给谁，供应链给谁，你现在要交代的清清楚楚，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目的。所以你说之前传出来说华为有个晶片叫做升腾910B，这个升腾910B居然使用台积电这个晶片，就被报道出来以后，刚刚讲台积电一听到，台积电马上自首。台积电马上去等于说切断它跟那个另外一个供应链之间的关系，然后接下来你所有的客户名单都要交出去了。还记得2020年疫情发生的时候，全球不是缺晶片嘛？雷蒙多那时候跑来台湾说要查晶片到底被台积电囤在哪里。台积电说我不要提供晶片客户的名单。可是这次点名之后，你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吗？这才是台湾所有科技业者关心的事。美国商务部派安全局的官员来到台湾会见台积电的高层主管，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升腾910B最严重的不是断货不卖这件事情，而是你是在做 AI。AI 是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去检讨你供应链的问题，包括第三方经销商是否要向中国提供受限制技术的能力，这非常的细节，代表我要你的客户，连供应商是谁都要查。所以之前我们只看到说华为的晶片升腾910B有使用台积电的晶片，台积电第一个时间也就通知了美国跟台湾政府，而且台积电也做了彻查，也去停止了。不够，你说美国商务部还有半导体贸易管制局的人，安全官员竟然来台湾会见台积电的高层主管，问你供应链的问题，这代表什么？我要检查你供应链的名单，我甚至连第三方的经销商是否向中国提供，我也要检查，所以这才是可怕的事。我坚壁清野到猴子到家电。
到台积电以及台湾所有的 AI 伺服器的业者，以后是不是援引这一条？对，你是不是卖给他？我要检查你的供应链，我要检查你的经销商，这完全是不行的。这是查到祖宗三代，到你卖的第三手都要查了。以前台积电是客户机密，我不会给你。缺晶片，汽车缺晶片的时候已经发生过这一次，可是这一次一点名。因为川普非常的严格，所以美国也是对自己的半导体业者也是这样。他现在对科磊其实要求是怎么样？你要查清楚你的客户的大股东是谁，甚至要求是怎么样？你技术分享的细节你要公益，代表你以前跟中国那些业者合作的技术细节，或者你开发产品的进度到哪里，你都要接受管制。要透过中国厂商来代工，我只是要去降低我的成本。现在都不可以了，就是例如这样，你跟中兴本来就有合作，你帮他开发一些产品、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或下一代的产品，这里有广告，下一代技术产品我也要检查。现在你要共享的技术细节都要让美国商务部管制，所以川普是这样，我要全面了解中国的科技技术发展在哪里，我要在它还没有发展之前，就先把它掐死。好，所以你们这些商业周刊来讲，现在中国在制造芯片里面，芯片我买不到 ，ASML 我买不到。这个所谓的化学材料我买不到，今天我连所有的零件我也买不到，我现在只能自己埋锅造饭了。所以他只能再回毛泽东时代、大炼钢时代，只能全民大炼心，只能自己全部都做。那这样经济冲击又这么大，如果克60%他要掉2%的话，他现在是零要晶圆也不要裤子，必须得要什么都自己干，才有办法摆脱美国的控制。赵老师，我们要讲，今天都见证到了川普的这个传奇，你不但是重返了白宫。更可怕的是，你的这个所谓的选举人票，你的这个普选票，你都赢对手。你现在参众两院都是这个共和党作为多数，那想说多数里面还是可能跟你反对啊。有的多数党领袖跟总统立场有时候不一致啊。你说没有？在这个川普的前面，谁敢跟我不一样？我就是有能力把你换掉。所以现在你现在讲的，如果要违逆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才是未来川普最可怕的事情。对，川普哦，基本上来说，你违逆他，他不只要把你换掉，他有可能把你干掉。我等一下讲为什么这样讲哦。你看哦，基本上在川普2016年选上的时候，他其实那时候很多共和党的建制派是看不起他。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这个李斯钱尼。钱尼是谁？钱尼是名门之后哦，他的爸爸就是这个小布希的副总统钱尼。OK， 所以这个钱尼呢，他是来自于怀俄明州的这个众议员。那他其实一直他们家是石油家族，对，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名门之后，所以他觉得说，你川普凭什么？你这就是一个纽约的一个玩世不恭的一个花花公子，你怎么可以突然就混到我们白宫的这个所谓的精英群里面？所以他就跟川普斗。那川普说：“好，你跟我斗，我就弄死你。”他怎么弄呢？他就扶植一个纽约的一个新的一个众议员，叫做 Elise Stefanik。那时候斗的时候还更年轻，那现在是40岁。好，那刚刚他其实这一次众议院他也有改选，他也选上90%多拿到选票，又选上川系人马哈。那你看长得是很漂亮，那基本上来说他也很对川普很忠心，也很保守。所以他们斗争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党团是要投票的，所以他就硬生生被川普的势力整个把他拱上去。真可怕你的爸爸以前是副总统，而且刚刚讲的，其实有人讲小布希时代真正做总统的是钱尼。决定整个国家大事，特别外交的都是钱尼。对，当时要打仗的也都是钱尼。结果你有这么大的力量，而且他在整个美国的有所谓的黑暗势力，石油里面的利益都是由他们家在主管的。这么强的一个人，我居然找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小刺客，我就把你干掉了。没错，其实上被川普气死的共和党建制派还不是只有他们家的，还有麦肯。麦肯我们知道是2008年跟奥巴马选的那个共和党候选人，对，其实也是非常有魅力，而且麦肯说实在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保守主义者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是国家英雄。亚利桑那的，对，后来他也是得癌症死掉，所以其实你看这些共和党内部原本这边吃香喝辣，建制派几十年都斗不过川普，所以你就知道对川普来讲，其实斗你这些民主党，斗你这些习近平这个普丁算什么？我连我自己党内的人，我都可以把你斗死掉。对，那我刚刚为什么说不止把他换掉，还可以把他干掉？因为呢，就是这个Elise其实川普后来还是咬他咬得很紧。那他在这一次的这个选前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李兹他基本上呢，他们家是支持这个乌克兰的美军继续投入资源。对，那你要不要尝尝看，我用来福枪对着他，你是什么滋味？
好，意思说他要用枪去射他就对了。所以当时候就有人讲说，哇，你这个完全是暴力语言嘛。可是我们看今天的选举结果，川普还是赢了。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了解说，川普其实他在整个语言上的使用上，因为他毕竟做过实境秀，他知道怎么样让这个威胁极大化，那让你产生一个恐惧呢，在这种极端恐惧的情况之下，有利于他进行谈判。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好奇了哦。现在看起来，中国是非常紧张。中国是自己用他的党报特别讲说，他要因应如果川普当选的话，要面对这个危机，他要准备10兆的这个人民币要作为因应。刚刚讲过说，未来川普上任之后，这个中美对抗的主旋律还会继续吗？因为这个中美对抗的主旋律就是川普开始的，然后这个主旋律真的会把整个中国一枪打到解放前吗？10兆的人民币当做因应就是共金呐，哈，也就是说，对于川普来讲，他知道川普大地他要钱，对，习近平也很清楚哦，他跟川普斗，川普就要先要钱。那川普要不到钱，或者你习近平底气不够，川普就扔头轻骨，就越要越深，到最后就军事也来了，政治也来了，支持台湾也来了。好，那他知道有很多痛脚。川普很清楚，习近平最痛的痛脚就是台湾。对，那台湾这个痛脚，他不要拉，一拉的话，保证让你整个中枢神经整个是瘫痪掉了。所以呢，川普知道说很多的牌他慢慢出。那您刚刚讲没有错，对川普来讲，因为这一次选举，其实我记得昨天节目有提到，这一次川普跟4年前不太，应该说8年前不太一样，是说他会说他跟习近平其实关系也不错，跟普丁关系也不错，那他们其实能力也都不错，他会讲这样。川普有时候会晃来晃去，那基本上来讲，我感觉川普在上任之后，大概前面的6到8个月，大概美中之间会有一个比较进入这种春暖花开，或至少可以对话的过程。不过，因为美中竞争的格局已经回不去了，所以往下走的情况之下，因为贸易谈不拢，因为整个包括你看中共在中东它也有手伸进去嘛，那在这个俄罗斯乌俄战争它也有手伸进去，所以当这些议题慢慢分歧大的时候，那川普发现说他没有办法完全走他自己要走的路的时候，他们就会分道扬镳，而且会回到第一任的时候的这个美中对抗。好，所以是刚才讲的。现在川普上任之后，大家讲的全世界最紧张的，当然就是中国。而中国今天外交部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但是对于你要不要打电话，我们按照惯例来办理。”代表说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里面这就2国对抗，2国对抗就是2国领导人意识的对抗。对，2个意识对抗讲，川普现在已经拥有绝对权力喽。那习近平呢？本来以为说习近平也拥有绝对的权力，可是现在发现他的绝对权力在萎缩当中。特别是在军权这一块，军权这一块的萎缩，有一点让人跌破眼镜。没错，实际上我们记得说，习近平曾经跟这个普丁说，这个100年的大变局，让我们来完成，对不对？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变局呢，变的人可能是他自己啊。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跟他讲，实际上他现在面对什么局面呢？因为他现在面对到是他从政以来可能最艰难的一个时刻，他要面对到了川普是美国近年来最强大的一个总统，他这个。包括说像行政、立法、司法，全部一拳在握，他要怎么打就怎么打你。我都没有想，连大法官9个里面，对，有6个是保守派。对，那你照理说呢，这个川普这么强大的时候，如果习近平一样强大，可以跟他对抗。但是偏偏你现在习近平呢，你是跛了脚，有吗？当然是跛了脚吧。就我跟他讲，实际上我们就说党政军你都要抓，对不对？我们现在讲，实际上在解放军或者在中国里面来说，最重要就是军权。好，我们给大家看几个迹象。今年的这个中国有举办一个叫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好，这个照理说啦，全军的这个军事理论工作，照理说就是习近平要来主持。对，就宝姐，你看这次主持的是谁？张又侠，张又侠现在主持然后张又侠来讲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指示的这个精神。”好，就是讲这样。可是过去都一定要讲到2个，一个叫习近平的强军思想，这我们讲了非常多次。第二个就是说要军委的主席的责任制，我们要跟军委负责。但是没想到他都没有讲这个，我们就讲习近平主席的才智的精神。所以意思是什么？没有习思想，对，没有习的强军思想。没有这个，所以凸显军委会主席的重要性。对，所以这等于是说，没有这样，不一定是要效忠你习近平的意思嘛。好，那事实上还有一件事是，原本呢他是要斗倒张又侠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习近平在这个地方，你看他有召开一个叫中央军政的这个政治工作会议，这个习近平就有去了哦。习近平要说什么？我们呢鼓励大家什么整肃自己，整肃自己人，所以呢。有什么坏的事情，你就把它讲出来。对，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要斗倒这个张又侠。因为为什么？你很多那种以前李尚武那些腐败，你就把它讲出来，大家讲出来，你就直接叫大家大鸣大放。对，就把张又侠干掉啦，把这个苗华干掉啦，这个张生敏都可以把他干掉。他原本看不爽的把他干掉，就问一下宝杰，
到现在为止的时候没有干掉他们，他们都还好好的，苗华还在。对，然后后来张又侠还在10月主持这个会议，那习近平自己他没办法主持这个会议，所以呢，谁胜谁负，其实这非常明显。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习近平不是任命董军是国防部长吗？那董军来说，照理说我任命的国防部长，那过去中国的国防部长哦，如果真的假设是这个国家主席任命之后，他就可以进入什么军委会？军委会。就没想到他根本没办法进入，他没有进军委会，没办法进入国防部长没有进军委会，对，没有办法进入军委，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些人呢，防止你进来嘛。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到底军事里面不是习近平说了算吗？对，军事里面到底谁说了算？另外一个人讲，还有另外一件事是，最近中国的这个共党的这个新闻网里面，他讲了这么话，他就说什么？他说呢，确保任何军部队在任何时候呢，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导。的指挥，宝剑，但这个话有点奇怪，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就是什么习核心，对，一个人，但他现在只讲了2个，一个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党中央毫无疑问一定是习近平。那为什么要再讲一个中央军委？对，中央军委来说的话，就不是只有习近平嘛，因为还有很多，还有副主席嘛，所以大家说，这个话都是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你讲这个话是要做什么？以前刚刚讲到的。整个香港是完全掌握在党是至高无上的，党是掌握在习近平手上的。结果你现在把党中央跟军委会并列了，以前都是只有习近平或是一个词，他现在怎么会出现2个词？这就是很有意思，这种就是一个学问。你就中国这个用字怎么会用这样？只有你们学中国政策才会搞懂。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什么？他最近呢还什么？他最近一直去这个所谓所谓视察所谓现代化的空降部队这样一件事。好。那这一次呢，他难得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何卫东。那何卫东事实上为什么要找何卫东？因为何卫东是他的亲信啊，他拔擢上来的。就没想到这整个话里面来说话，这个整个报道里面，何卫东居然在最后才出现。何卫东参加活动，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根本就是不重要的人，可是问题是他刻意要拉抬何卫东，就没想到报道居然是何卫东参加。你看，我们只是说过张又侠以前跟他拍，张又侠是跟他同列的嘞。但是虽然何卫东现在是被弄到这个地方，最后一个，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连党里面，连这个所谓他的相关的报纸里面，好像对习近平的人马也不是太听话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从这个蛛丝马迹闻到不一样的味道。对，好，那除了这些之外来说，我们再讲几个。一个是中国最近呢在开一个叫做中国国际友好大会，然后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这个大会等很多外国人来这个地方，就没想到习近平呢，照理说他应该要出席这个大会。就没有他没有出席，他说韩正来出席，然后来致辞一个状况。另外是什么？而且10月11号的时候，那当时习近平在这个中国见了越共的这个政治局的委员，还有中央这个书记处的这个常务书记梁强，这个层级很低耶。就没有隔2天之后，李强就见了越共总书记苏林，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我派这个很低的这个位阶的官员来见习近平，但是你这个李强来去见到苏林，你见到苏林，这完全都不一样。然后没多久就出现所谓6尺像这个，让他3尺又何妨？所以那这一连串，你就觉得说，习近平好像真的在中国有一点点好像吃瘪，还是这个吃不开的一个状况，非常非常明确。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就说他连进博会，我们知道进博会过去是谁？过去是习近平开始开办的，他每次你看每一次过去，习近平进博会他都会出席进博会第2届出席第2届、第3届、第4届、第5届，每一次第6届他都会去哦。就没想到这一次第6届是李强出来了，没有习近平咯。而且他这一次来说的话，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提到习近平的话，所以那是这不是习近平要办的吗？那你为什么这一次李强去也没怎么提到习近平的这个事情呢？所以呢，说从这些蛛丝马迹，你可以看到什么一个迹象，就是习近平似乎不是像我们外界说的，他好像是什么一尊，他现在好像有点权力被外放。那你更不用讲，我们之前讲到嘛。现在的这个温家宝的在经济上面的实权越来越大，对，然后李强在经济实权越来越大，就是经济上面好像又有这个温家宝，然后军事上面来说又有张又侠在跟我分权，所以现在搞的什么？现在习近平已经不是我们过去看到那样子强大的习近平。那说到底为什么这样？而且那为什么他今天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因为就是川普搞的嘛。川普从2019年开始就他斗争这样子，就现在川普再上来了，你觉得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川普不是讲吗？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啊，川普都是这样讲话，川普都是他都可以给你
拉着打着这样一个方式，他就谈判的手法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压力谁最大？习近平压力最大，因为他没有搞好中美关系嘛。所以呢，事实上现在他要怎么去重新修复中美关系？我现在懂了。你现在中美关系一直是你的痛脚，结果搞了半天，现在川普又回来了。对，川普又回来了，你就更难搞，中国就更惨了。你怎么去搞中美关系？这个问题是非常，所以为什么他要让温家宝他们上来？因为温家宝他们是可以跟美国沟通的人嘛。对。所以现在就是看这些可以跟美国沟通的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是谁？伊隆马斯克。因为这次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胜选里面，他这个川普大力的赞扬了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也可以跟他当成是中间可以扮演的这个桥梁。但是假设这些桥梁都没有用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那习近平等候中国真的会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好，所以辉哲刚刚讲，就是世事如棋，乾坤不清。没有想到，在这个中美对抗的时候，一开始是川普跛脚了，习近平还是第一尊，而且看到了习近平是党政军特，所有的大权一把抓。可是没有想到，这半年来整个风云变色，而且这个风云变色，刚刚讲到，美国现在这个压力是连着2任总统不但铺天盖地而来，这铺天盖地来之后，刚刚讲的很多东西都被逼走了，而且不是只有美国跟中国要坚壁清野，是你任何想要站对美国的人，都要跟中国坚壁清野。是，所以现在习近平真的塔卡莫雷修他本来心里想说，我好不容易送走了川普，然后现在也撑过了一个拜登。本来如果寄望于贺锦丽有机会上来，可能轻松一点，没有想到天敌川普又回来了。所以大家要等着看，到底川普会中国采取怎么样的策略？他们认为现在可能对中国采取的策略，他在外交上应该所谓的孤立主义，因为科技大战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搞得自己华为现在很多的晶片也没有办法，只能一直卡在7奈米。那现在呢，他们想要往上面，比如说5奈米、3奈米突破，能怎么样？就只能寄望台湾啊！怎么寄望台湾？就从台湾的台积电工程师下手啊！所以现在就已经有人在报道就说呢，现在华为因为被迫，因为采用这个过去的一些技术生产一个过时的一个，比如7奈米的晶片，再往下都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呢，现在他不断的透过每一季都向台湾这边，包括台积电这边说，我们可以加3倍薪水要来挖角，要挖角，那你要不要来呢？甚至从已经在中国工作的一些那个人员就说，可不可以你找你的学弟妹一起把他们挖角过来？我们绝对薪资好谈不是问题。结果呢，现在听说到目前为止，台积电人向心力很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台积电很担心美中大战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你现在夜奔敌，跑到了中国阵营，跑到了华为阵营，你得罪的不是台积电你得罪是美国你自此之后，整个科技业可能都会留下污名。所以说这样的对抗，连工程师都感觉到了。工程师以前还刀切豆腐两面光，我美国的钱赚一赚，我中国的钱赚一赚，哪里有钱我赚我就去哪里。是，可以说现在不是了。现在跟他们讲，华为每一段时间就来问候说你要不要来？你来的话，我给你3倍的薪水。那现在很多台积电的工程师都不肯去，那很多人就问台积电的工程师，你为什么不肯去？他说我怎么敢去？他说我只要跟中国有所接触，对，我不但是被台湾封锁，我要被美国封锁，我要被全世界都封锁了。是，而且最重要是有个样板在那里，是梁孟松。梁孟松是台积电叛将，然后现在人在哪里？在中国，但是你是说保护还是软禁整个到现在就跟人家没有办法，都不见了，完全不见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个样板人物在那边，你是台积电，你还连叛将都不是，你敢去吗？当然不敢去，因为已经告诉你，你如果真的到了中国去，而且你的能力被上级所看到，到最后下场是你连人身自由都不自由。所以你说在这种比较之下，台积电这些员工谁敢去赚钱也要有命花，也要人身自由才能花。所以在这种大旗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都在看，川普的再度回归，王者回归，对于中国这边再下杀手锏。第一棒之前2019年那一次是把台商都赶离了中国，你看57%台商都离开中国。现在第二棒打下去，会不会让更多的台商把这个本来其他东南亚的布局哪边的布局变成都移到了墨西哥或者移到了美国，可以因此而带动美国的经济的发展，还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才能让美国的工人有工作，才能让也就是商业周刊在上一期所做的，现在也
不是只有中国，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因应川普上来美国的新变化。所以这个新台商来了以后，新台商刚刚讲，你57.4%的人已经离开跟考虑离开，37.6%的人已经离开，或是他是要连台湾哦，不是中国哦，是连台湾都待不下去，而且他们要大举去哪里？他们要大举去墨西哥了，对，去墨西哥或美国，美国当地也很多，包括德州这一部分都有一大堆的布局。那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现在川普大帝又回来了，关税贸易大战又回来了，他现在已经跟你拼命他现在拼命是怎么样？我对中国，你中国任何进口，我就给你至少60%起掉。那你好，你不要从中国进口，你从台湾，你从日本，你从墨西哥，我给你扣10%、10%到2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比，那墨西哥反正过一个界限，马上就到了德州，马上就到哪里？那是不是这些厂商就会开始加码布局？重点在哪里？就会回到了美国。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等着看什么？就是川普大帝2次回归之后，会对于全世界，尤其是科技业供应链产生影响性。宇轩，我们来讲，现在台湾跟美国现在的军事合作，感觉上以非无加盟，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升了很多个等级。第一个人讲的，你现在海马斯已经把明火执仗公开的直接送到台湾来，我也不怕你知道。第二个就是你说这个才是亮眼，而且很少人提到的，就是这个有人讲的 NASAMS 或者说 NASMS 的这个防空飞弹。你说这个东西，如果它今天可以跟鱼叉飞弹，它今天可以跟海马斯火箭弹，甚至跟我们的天空飞弹。那个比起来更可怕。把那个陆海空三军终于到齐了，因为你如果仔细听我们刚才在讲所谓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或者是海马斯火箭弹，你会发现一个漏洞，宇轩不对啊。那如果战机冲场，我们刚才讲到的啊，歼35来怎么办？各位，来就补，就是这个就是解决方案。为什么歼35？对，因为这个 NASAMS 呢，它所配载的东西呢，全部都是防空的，但你不要以为是拦截那种，是有攻击性的防空。换言之，它是有能耐将所谓的战机直接给击落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原本呢，这个所谓的 NASAMS 它必须要搭配2种东西才做使用，一个叫做 ANTPS 77，ANTPS 78。讲白了，这是什么？这是对空雷达，对，它就可以去侦测了嘛。所以在装载这种侦测单位之后，等于说你空中有任何的飞行物体或者是高速飞行的画面，只要从中国一起降，战机一升空，请问一下，它在方圆百里之内能不能侦测得到？它就可以侦测得到了。它歼35啊，它是隐形战机啊，我侦测得到吗？对，没关系。你说侦测得不到，那个是距离范围的问题。因为当你越远的时候，你要想想看，台湾海峡两岸之间不非常的近，所以如果当它靠近的时候，或者说有任何的战机呢靠近的时候，那讲白了，歼35真的是隐身吗？完全隐身吗？我打一个问号。你们红旗的东西，你们中国的东西，总是讲得很夸张好，它侦测到的时候开始要干嘛？来，第一个是这个 AN120。这个 N120呢，讲白了，请问一下 F16有没有装载？有嘛，所以这是对空使用的武器嘛，而且关键在这边，它的射程是160到180，它刚好搭配另外一个，这个叫做 AN9X， 为什么？这只有37，宝德哥，这时候玄妙的地方来了，请问一下，我国原本有什么？有天弓，对不对？对。防空飞弹有爱国者，对不对？那防空天弓跟爱国者大概是多少？大概是最多100到200公里，所以这是远程的防空飞弹嘛。那另外的近程的有什么？有麻雀嘛，还有我们讲的什么？刺针飞弹。那麻雀跟刺针呢，它就比较短哦，开始降到50，降到10，所以有没有发现中间又有一个漏洞？所以这个漏洞就是又由这个来补，这个逻辑跟海马斯一模一样嘛，就是我做一个高低搭配，战力补强。海马斯是跟谁？雷霆2000嘛。那你这个东西包括 AN20，它160到180的射程哦，然后之后它一样可以增加这个 ER 型，讲白了这叫增程型，到我们讲185公里。所以换言之，整个在空域里面你所可以触及到的范围之内，我等于是远、中、近3个层次全部触及。而且宝德哥，你知道这个我们有这么多飞弹？对，而且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这个NASAMS它只能装这3种，没有，它还可以装别的。我只讲其中一部分。最厉害在哪里？它叫做射后不理 ，Fire and Forget， 什么意思？你说宇轩，那这怎么打得到？对嘛，战机飞那么快，怎么打得到？打得到，为什么？因为当它发射之后，宝德哥它是锁定一个区块，我针对这个区块，我找到你，对不对？我进行射击。那射击之后呢，是由谁来进行追踪？不好意思，我们刚才讲到的 AN120自己来追踪，等于说它到了定点位置之后呢，它会开始用 GPS 也好，或者是热能追踪也好，光学追踪也好，开始自动导航，所以。最后贴上它的标的物的那一枪是由这个飞弹自主完成的，而过去我们所拥有的防空设备都没有像这样有这么精良的一个我们讲的装置以及追踪的装置，所以未来将会全方面的将我们的空域有完全补给。而且我们现在光是我们的陆对舰，也就是舰射武器里面，我们现在有熊2，我们有熊3，我们有鱼叉，而且我们也陆射版的鱼叉都进来了。这是我们展示的是熊3飞弹的威力最大，可是
鱼叉最精准。对，我就为什么你不要以为洞越大越好，好不好？洞越大只是代表说它的爆炸范围而已。你想想看哦，我们当时讲说熊山是不是那时候我们讲发射出去？结果你想想看哦，鱼叉在这边，这是熊山，熊山炸了这么大一个洞。来，熊2在这边，这是拿废弃舰艇来炸。熊2这个洞呢稍微小一点，但是你仔细看，鱼叉最关键在这边，1个、2个，所以代表什么？它是精准打击，就是我刚才讲的嘛。为什么我说 EIA-120很重要？因为代表说它可以精准的锁定目标，而包括这个鱼叉，它的前面的弹头都是一样搭载所谓的 GPS 系。换言之，当它一旦射击之后呢，它会先用惯性的方式主动去追踪你，所以你就算你再怎么跑也没有关系，而且舰艇跑的还没飞机快，所以等到接触到舰艇的时候呢，再冲击进去之后，贯穿之后再进行引爆，一举摧毁。